我们穿越非洲的中国汽车为什么被扣了，而我又为什么被抓起来了？我们现在的车什么进展了？有很多的粉丝私信我们，关注着我们的现状。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同步一下我们现在的车到底是什么样。很多人问我说，为什么我们的车会被埃塞俄比亚的海关给扣起来了？是不是我们违规了或犯法了？这里跟大家说一下，首先，我们到现在在埃塞俄比亚已经待了1个多月了。对，全程我们的车，包括我们，没有违规，没有违法，所有的责任不在我们这儿，所有的证件都是齐全的。对，但为什么被扣了呢？因为第一，我们是辆外国汽车，过埃塞俄比亚境内的时候，埃塞俄比亚在3个月之前，那现在就是4个月之前，他们出了一个规定，什么规定呢？所有一切外国过境车辆到这儿要交税。但其实它这个规定并没有公布，对，所有人是不知道的。我们来之前问了我们的中国兄弟，问了中国企业，也问了我们做货运的兄弟，还问了当地的这个人，都没有一个人说你过了以后要交税要补税，都说小车没问题，都是给大车补的。对，结果到了这儿说要补税 ，OK， 我说我们是过境车辆，不在你们这儿开，不在你们这儿用，我们交什么税？他说好，那你交押金。OK， 我们说没有问题，交押金合情合理。对，虽然在别的国家从来没有交过，但是我们也要遵守别人国家的规定。对，我说好，我们交。这时候出现一个问题，要求交押金必须是车主本人。而车主本人纳兰，他作为外国人来讲，竟然在埃塞俄比亚不能开户。对，我们去了银行，说我们要开户，用我们的这账户本人进行交这个押金。人说我们这儿开不了。人说你要开户行，去找移民局，让移民局给你一个 ID 来，拿着 ID 到银行来开。结果我们就去了移民局，移民局说不能给你这个临时 ID， 你只是一个游客，你只是一个不可能拿到 ID 的。你在这儿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各方面没有，我不能给你颁发 ID， 给你颁发 ID 你不就移民了吗？我们一想也是，我说那怎么办呢？好，你去这个，它有一个叫 Foreign Office， 就是外交部，让外交部给我开一封信。开封什么信？证明你需要我给你开一个 ID。OK， 我们就去外交部了。外交部听都没听说过，说你们这是什么逻辑？为什么来找我们？等于是3个部门没有一个人会承认这个做法、这个流程。结果我们就卡住了，人说你去找你们的使馆。结果我们去找使馆，我们找到我们的使馆之后，我们的使馆配合我们积极的走当地这个流程，但是我们发现。今天要一这个，明天要一这个，后天要一这个，都是我们给不出来的。什么在这拘留多长时间了？工作许可各方面还又打回到原形，等于是不行。那我们说好，我们能不能交现金呢？由本人拿着现金给你去，可不可以？人说可以，但是这个钱就不是押金了。如果你本人持有现金到当地交，没法退。不能退，因为退的时候还得是要退回你的账户，要钱，要账号。现在是有一个很迷惑的行为，就是其实他们想要押金的话，我们的朋友在这边，他们是有 ID， 而且在这边居住20年以上，完全可以把这个钱先押到这儿，等我们出境的时候，你原账户退回就可以。但是他们就不走这条路，而且把所有的路都给你封死了，然后让我们无法再进行下去。我觉得最后逼迫我们可能就是要付现金，然后你根本就拿不到任何的你这个现金往回返的这么一个情况，也就是说我们白白先给20万过路费。对，我们首先从我们来说，我们也不是特别有钱的人，我们不能随便拿20万去给人家。第二个，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讲，我不可能说我们开着我们自己国家的车，我们出去自驾游，路过一个国家我们就交钱，要多少钱给多少钱，不可能，任何人不会支持我们这样做，我们自己也不会这样做的。就是因为这样，引出了第2个问题，我为什么被抓起来了？当时是这么回事儿，当天晚上我们的车被扣留在海关，因为他们无法给我这汽车定价，就是我这汽车在他们系统里不知道多少钱，所以他没法定价，我们就没走了。等第2天的时候，领导问我你交不交钱，我说你得告诉我多少钱，你不告诉我多少钱我没法交，而且我不会交你的这个税钱，我最多我给你交押金。说完了这个，他们就生气了。结果走了3个办公室以后，就非常莫名其妙的把我带到小黑屋抓起来。最后临走的时候也不了了之了。我们呢当时的情况呢也不方便追问，没法追问。如果再追问的话，很有可能又被控制起来了。所以当时的情况是非常紧张且紧急的。
而且我也当时联系了我们中国非常多的部门，都是说你先别急，不要跟他们发生冲突，事情慢慢解决，先把我放出来。这个就是我当时为什么被抓，其实到现在我也不明白具体什么原因。第三个问题就是大家都在关心的，我们的车现在什么进展了？没错，现在我们的情况是车还停留在海关，已经37、8天了。1个多月了，我们一直在努力，虽然我们没有去发新的作品，但是我们一直在努力。就光他们那个海关总署，我们就已经跑了得有5、6趟了。而且中间还出现了一个问题，兄弟们，就在前不久，我们朋友啊，咱们中国的同胞知道我这个落难了，知道我这个情况，其实埃塞很多人都知道了，对，给我们打电话，帮我们想办法，找各种人，找各种关系啊，也非常感谢大家。对，然后呢，我们就阴差阳错的联系到了一个当地的一个人啊，这个人说他能把这个事儿给办了，而且呢，跟我们中国人之前有过合作，然后呢，大概1个星期之后，就是我们去塞梅拉之前，他跟我们说 OK 了，说这个事儿领导已经签字了，说你们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取车，你告诉我哪天去，你告诉我，对吧？我向领导汇报，当时给你发一个邮件，你可以在埃塞开车20年。我们一想，哇，皆大欢喜是吧？花点小钱办大事没毛病。好，我们就飞过去了。结果呢，我留了一个心眼儿，为什么？因为我在前2天我就反复要，你的邮件发了吗？邮件发了吗？他说，你去当天给你发。好，没毛病。我落地以后，我说我到了，你赶紧发，因为我们从塞梅拉，就我们这个最近的机场到边境单程开小车3个小时。没有车，我们没有车，当地也没有出租车，我们也找不到。我们把谁叫过来了？ Miss Ganio 就是那个海关的那个帮助我们的那个小哥们儿，小哥挺仗义。我们跟他说，我们实在没办法了，你看能不能在这儿给我们找一辆车？他说我们也找不到。说这样吧，我联系一个早上起来一大车，我去那儿，他卸货，卸完了以后再给你们拉回来，行吗？我说行，多少钱我该给您多少钱给多少钱，没毛病。人家来了，结果我们见到他的同时，他说我们走吧，我说走不了，为什么？我说这信还没发呢，很有可能我说我们要去了，回不来了，我们被耍了，都有可能。我这留着心眼儿，但是呢，我说你先别走，咱们先在这等一等，该吃饭怎么样。我们一直等到下午2、3点，米斯康就说我必须得回去了，我再回去我就失业了。最后没办法，我们就给人车账结了，给人钱，让人先回去了，一直等我们等到第2天。第2天大概9点多的时候跟我们说再等等，说应该是有希望，就差领导签字。结果到大概10点左右的时候就说没戏了，说要不你们先回首都吧。然后我们又特别快速的就是逃离的速度11点的飞机，10点通知我们，你们别来了啊，回去吧。临时订票赶紧回来，非常的仓促。直到今天，我们其实一直在打电话，但是这里边又出现一个新的问题。不但没签字，去了以后，人家又提出新的条件了。就我们真的是不明白，就是一辆车，他们为什么要卡成这个样子？我觉得最终肯定就是想让你把这个钱交了，而且你交不了别的方式，只能是现金。所以我现在我就不舒服，他们也不说要钱，也不说什么，就是无限的难为你。这就是现在我们的一个现状。最新的难为是什么？我告诉你们啊，他们说让你们去吉布提的埃塞使馆，也就是说埃塞俄比亚驻吉布提的大使馆给我开一个证明文件，证明你们这辆车不是走私的。兄弟们，可能吗？我们去第3国家，让第3国家的这个使馆，另外一个第3国家的使馆给我们国家的人开一个东西。你都别说是驻那边的埃塞使馆，就是中国大使馆，你让人家去开这么一个信，人家都会觉得很为难，很莫名其妙。对呀，而且其实我们有，他们一上来要了，说对，我们给了呀。他说说你让那个吉布提的那中国使馆给我开一个证明说你这个车不是走私来的，我们马上当时就给了，因为我们在吉布提有嘛。一看不行，那你得让埃塞使馆开，可能吗？这我们相当于俄罗斯的车路过中国，我们让美国大使馆开一个信，这不胡说的吗？所以我们一看这个，我觉得希望不大。现在有可能就进入到我们下一个，大家总是问我们的一个问题：你们要怎么办？
很多人问我们说，你们为什么一定要带着这辆车？能不能卖了？是车企给你赞助了吗？对，是。第一，我重申过很多次，没有人给我们赞助啊，没有人给我们赞助，1毛钱没有。对。第二个，这车也不能卖。对，这个车要卖，您就真是走私了。我们现在是这样，我们出来是以这个 ATA 单政策的这种方式出来，然后我们因为是2年了，我们已经交了2次押金，1年多了已经，我们交了2次押金，光押金的数量呢就已经超过了这辆车的总值。对，所以现在等于如果我们说这辆车我不要了，也就是说押金的数量加上这辆车的数量，再加上我们从国内运这个西班牙，再从多哥运这个吉布提，再从吉布提开出来到埃塞这一堆，这中间的所有的费用就全损了嘛，就没了嘛，水漂，对，就没了嘛。对，这是第一个，我们肯定不能卖。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我们现在时时刻刻、分分秒秒还在推进。就我刚撂下电话，我决定我要录一个视频，因为我觉得往前推进的几率没有那么大。我是觉得他如果今天要一个这个，明天要一个那个，而且根本是无法完成的任务的话，我们的车可能会被无限期停留在。对，就当地的人也跟我说，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总是要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而且他说这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对，他说其实这就是领导打一电话的事儿，但是就是不行，多方找了很多人不行，很奇怪，非常奇怪。第二个就是能不能退回吉布提，这也是我们最后的一个办法了。但是这条路非常的难走，有可能会跟我们拿出来车的难度差不多。对，因为你现在是在一个中空地带，你离开了吉布提，你并没有进入下一个国家，没有给你盖入境章，你也没有出境章，相当于你这车不合法。所以我们又要花昂贵的费用去找各种的关系。这个一下就影响到了我们穿越非洲的下一步行程肯尼亚，所以我们现在经过我们的深思熟虑，我们接下来计划是什么？现在目前放弃车辆，直接进入肯尼亚。对，我们不用汽车，我们依然会给大家带来非常丰富、多姿多彩的旅行节目。对，肯尼亚、坦桑尼亚，我们自己飞过去，对吧？我们自己当地租车，只能用这种方法了。现在实在没办法，动物的王国也在等着我们。对，再不去动物王国就结束了。就是其实我们现在的意义其实有一点走偏，就是有了这辆车之后，我们是很想就是说我们开着中国汽车，然后穿越非洲，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的中国科技。对，但是后面变成了我们2个一直在给车打工。就是汽车历险记，对，就变成它比人难多了。遇难记，对，本来就是我们想，挑战的这个困难呢，是非洲本身的困难。对，哎，它的地形地貌，对，它的人文啊，对，它的当地的风险啊，哎，还有当地的我们在拍摄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奇怪的或者不一样的东西。对，而没想到最后这个聚焦点会聚焦到一辆汽车过关，这是什么？我们就是相当于9981难一关一关过来，但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在东非这辆车现在是寸步难行。刚刚运到东非，在吉布提待了1个多月，在那个埃塞俄比亚又待了1个多月。如果这样下去的话，我觉得我们穿越下去，可能我们的心情各方面都会受到影响，也不会让大家觉得会更好。所以我们先暂时把这辆车舍弃。对，所以我们也希望啊，说在未来尽快的能把这辆车，无论是往前还是往后，把它解救出来。对，然后我们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一个这个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视听盛宴。如果大家有什么好主意，记得留言告诉我们。谢谢大家，谢谢。